大家好，我係貓哥，係啊，終於等到寶馬嘅新大鼻窿版嘅旅行車推出啦。咁呢架車咧係由 Mini GT 推出啦。咁其實過往如果有睇我片嘅朋友都知我好期待呢一款車嘅。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去做開箱啦。咁啊睇下佢嘅細節以及做工究竟仲保唔保留到原有即係寶馬嘅基因咧，以及 M Power 所帶來嘅威力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咁正所謂咧，呢部車係一部進可攻退可守嘅一款跑車啦。咁喺2023年去發布嘅一個小改款式啦，代號為 G81 M3 Touring 嘅一個寶馬嘅旅行車嘅跑車款啦。咁啊，呢一個咧，亦都有過往嘅寶馬語言喺入面嘅，每一個地方都散發出一個動感嘅線條啦，以及對佢過往嘅 M 系列嘅一個致敬嘅款式啦。咁啊，車頭嘅大鼻窿咧，令到成架車嘅整體嘅霸氣度咧更加多咗啦。咁啊，整體呢一部車咧，比起普通嘅 M3咧就重咗85公斤啦。而當中嘅25公斤咧係攞嚟做車尾嘅強化，以及加咗一啲多連桿嘅設計啦，令到車身嘅剛性會更加好，令到你喺操控上面咧依然都係可以有50:50嘅完美比例嘅。咁呢架車可以話係慢嘅時候咧，又可以載喺屋企人啦；快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感受下 M Power 所帶來嘅魅力啦。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心目中嘅 Dream Car 咧，依然都係唔會動搖嘅，就係 Audi 嘅 RS6 啦。咁當然啦，今次寶馬真係吐氣揚眉噶啦，做咗一款我心目中好想要嘅寶馬應該要有個款式啦。咁大部分嘅車身線條咧，依然都係有翻寶馬 M 系列家族嘅一啲雜骨線啦。咁呢一次呢部車咧，其實係一部頂級版本嚟嘅，例如剎車、包圍、裙腳位置都用上咗大量嘅碳纖啦。咁嗱，先講下整體嘅噴塗方面咧，其實用上咗金屬粒子嘅呢個紅色啦。咁啊，非常之幼細嘅佢嘅金屬粒子所呈現出嚟啦。喺陽光底下出嚟咧，會有輕微嘅金屬質感嘅，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啱啱都有講過啦，為咗犧牲佢嗰個碳纖頂啦，因為其實寶馬不嬲過往家族入面咧都係用碳纖頂，但係咧為咗佢嘅車身剛性咧而犧牲咗呢件事啦。咁如果我自己做咧，可能我都會黐翻個水貼上去嘅。咁喺各樣嘢方面咧 ，Mini GT 咧亦都有精細還原到頂級版本嘅加裝後嘅效果嘅。咁好啦，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咁大家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都係講一句啦。雖然作為一個好中意寶馬嘅忠實 fans 咧，我依然都唔係好接受到個大鼻窿，但係都要接受，因為時移世易啦嘛。咁嗱，Mini GT 咧今次喺個鬼面罩方面咧做得相當之好嘅。點解咧？呢個鬼面罩咧其實係一個頂級版本嚟嘅。咁比起普通版本咧，個層次感就冇咁足嘅。咁嗱，值得留意嘅就係右上角嘅位置依然都係有 logo 啦，估唔到咁細嘅地方依然清晰見到嘅。咁第二點當然就係呢個鐳射燈啦。咁如果外國版當然就係鐳射燈，香港版就普通版本啦。咁當然作為頂級版本咧，呢一啲細節位置咧 ，Mini GT 做得非常之好。我自己比較中意佢今次嘅表達，就係喺個燈件上面可以清晰見到個天使眼嘅質感，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今次咧，作為頂級配置版本咧，喺車前面嘅前鏟部分咧，其實係有一個3段式嘅碳纖組件嘅。咁呢一個位置咧，可以睇到咧，突出嘅位置咧係只有少量嘅啫。咁但係所呈現出嚟嘅質感咧，相當豐富嘅，唔係用 bearing bond 嘅設計，而係用翻普通嘅設計啦。咁嗱，另外啦，車頭冚嘅部分當然都係用同過往嘅即係新嘅大鼻窿 M3、M4 咧，依然都係一樣嘅啦。嗱，咁講埋啦，咁其實咧，作為即係前半部分嚟講咧，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呢個車鈴嘅部分啦。咁其實作為頂級版本嘅車鈴咧，就用上咗20寸嘅鍛造車鈴啦，以及用上咗個鋼琴黑面嘅，個細節非常非常之豐富。我自己咁睇啦，佢尖角嘅位置應有盡有，我直頭咁講啦，好接近我哋喺出邊自己買嘅車鈴嘅。基本上買翻嚟都唔使點樣搞噶啦，用翻原裝呢個都好好噶啦，真係非常之正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啦，
作為一架 M 系列嘅車啦，當然集骨線一定要保留啦。咁就係由車頭嘅部分啦，前沙板嘅部分若隱若現嘅一條，大家可以見到反光位置呢一條伸延至車尾嘅呢一條經典我哋叫做寶馬基因嘅一條線條啦，依然都係有保留到俾你啦。Mini GT 喺呢一度呢個嘅順滑度以及光澤嘅幼滑度咧做得相當豐富嘅，厚薄度可以話係我自己咁睇啦，好正嘅，以及啦佢嗰個噴漆面嘅一個平順度、厚薄適中，相當豐富質感。嚟到車門嘅底部，亦都係前沙板嘅部分啦，亦都係見到一個內凹位嘅一個陰影線條嘅，呢一度咧亦都係有做到啦。咁作為一架旅行車啦，咁 M 嘅旅行無論喺 M 嘅系列嘅車入面咧，喺後沙板嘅部分咧，都係會做一個拋出嘅地方啦。咁 Mini GT 咧，今次喺呢一個位置咧，我自己覺得十分滿意嘅，尤其佢喺陰影所呈現出嚟嘅質感非常豐富嘅。大家會見到咧，佢高光位置咧，佢突出度咧係望落，即係影相睇落好突出，但係望落實際唔突出。呢個咧就係真車應該要有嘅質感嚟嘅。咁啊，從唔同嘅角度咧，會睇到佢由平變突嘅效果啦。咁呢一度咧做得相當豐富嘅。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車尾燈啦。作為頂級版本咧，亦都用上咗全LED 嘅版本嚟嘅。咁作為一架經典嘅寶馬旅行車啦，咁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其實咧寶馬過往嘅旅行車咧，呢一個後玻璃位係可以揭起嘅。今次咧終於俾翻你啦。咁裏邊咧有糖簾啦，依然有保留到嘅。我自己覺得呢個位係有驚喜度嘅，做得相當之唔錯，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車尾咧，你唔睇都有啲似以為係普通嘅 M3 版本啦。咁喺尾嘅裝飾嘅位置，尾我哋成日叫佢，我都唔知叫佢尾泵把定尾擾流啦。咁呢一個位置咧係用上咗全碳纖嘅頂級版本，以及一個不鏽鋼喉啦。咁呢一個咧都係本身佢已經頂級版配置咗嘅嘢啦。咁我應該值得留意嘅係乜嘢咧？就係佢入面呢個我哋叫做好似凹陷咗入去嘅線條嘅，咁呢度咧係應該要有，而唔係話呈現咗。如果咧有一啲例如其他一啲廠商咧，有時冇留意呢一條線咧，咁就會變成咗好似一體式，甚至會覺得好似佢唔係裝落去，即係唔係一種凹陷嘅感覺啦。咁而家個突出度咧亦都係適中嘅，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嘅。後門即係行李箱嘅位置咧，泵把所呈現出嚟嘅闊度咧，亦都唔會話過分突出啦，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唔用嘅時候咧，裏邊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係可以收起佢嘅，做得唔錯啦。好啦，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嗱，我先講少少啦。香港引入嗰一款咧，其實係藍色版本㗎啦，咁就會配橙色內籠嘅。而我睇翻外國嘅版本咧，紅色咧就配而家我哋眼前見到嘅呢一種全黑色嘅狀態啦，配上一啲可能拉線上面用上咗紅藍色嘅拉線啦。咁其實頂級版本咧對比起普通咧，我先講第一件事先啦。喺兩張椅方面咧係用上咗統一設計嚟嘅，背脊都用上咗碳纖嘅。咁嗱，今次咧我係覺得好有驚喜嘅位係乜嘢咧？就係居然用到通窿設計嘅呢一個統一設計，我真係冇諗到嘅。因為過往咧，就算佢哋做通窿都做唔到，而家冇諗到咁樣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收晒貨㗎啦！我都係講個內籠係滿分咁滯嘅，呢個內籠真係好正嘅。加上我自己又係買信仰啦，都係講一句啦，咁啊更加之好嘅。咁啊嗱，嚟到今代嘅寶馬咧，可以話終於叫做咧。個內籠咧就唔係話比較實用㗎啦，較為有少少科技感啦，俾你一種感覺，同對比起 Benz 依然有一種豪華啦、貴氣啦，以及你抌咗嚿錢落去係值得嗰嚿錢嘅感覺嘅。而寶馬咧就較為實用啲啦，咁但係今年咧終於有少少進步㗎啦，用上咗全新嘅系統之餘咧 IED 8.0 啦 iDrive 嘅 8.0 啦，以及大量嘅碳纖啦，車身亦都有佈滿住好多 M3 嘅名牌啦，令你有嗰個叫做咩身份象徵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咁令你感覺咧都係會唔錯嘅。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我俾佢8.5分嘅。咁整體成架車咧，同我預期之內都相若啦。亦都可以充分展現到今代寶馬對於過往嘅一啲致敬位置之餘呢，亦都有新科技嘅加入啦。咁大家睇到呢，咁其後都會推出一個性能版本啦。
咁到時候攞到再同大家做開箱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咧睇晒成部車啦。咁其實呢一部咧叫做頂級版嘅M3 旅行版啦。咁其實之後咧佢仲有一款咧，其實就係Performance 嘅。咁其實佢哋有少少唔同嘅外觀上面，咁我都好期待啦。因為其實佢喺做工上面咧係有做咗少許嘅改進啦。咁當時喺馬來西亞嘅展覽入面咧都睇到嘅。咁我都好期待佢會出啦。咁之後會開咩車咧？都係一架大家都好中意嘅款式嚟嘅，又係保時捷啦。咁係啦，大致就係咁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個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